是周一闭馆，但是今天受邀来历史博物馆开幕哦，等等。邀请卡。这一次呢，很荣幸受到历史博物馆的邀请。那通常比较重要的开幕会呢，他们都是会在星期一，不会对外开放。历史博物馆呢，这一次是规划了历史的大家系列，台湾战后女艺术家钟桂英的个展。那走在前面的是文化部长。到了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，太多的媒体记者了。那我还是会在第一时间，就是一定要把画先看完。通常历史博物馆一定会有一个年表，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先把年表看完，就可以比较知道艺术家的创作脉络。你会看到钟桂英老师的风格呢，很像廖继春老师，没有错，他就是廖继春老师的学生哦。那前面这个展区呢，应该是说你走到最后面有一小间隔开的感觉，这个是有点在模拟他碧潭工作室，然后也有把他的画架摆出来，外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碧潭风景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是历史博物馆也有跟我们借画，那一张是小南门，一张是港边，欢迎大家有空可以前往观赏哦。师生的作品摆在一起，感觉特别的有意义，好像跨越一种时空的对话，有一种承先启后的感受。那这边就是钟桂英老师他作画的一个景象这样子，那画图的时候他都会面向这个碧潭。那开幕的时候在前面就是会有演唱诗歌，其实还蛮热闹的，玩色巧思，重点放在就是钟桂英老师的色彩技巧上面，教学了大概有40年，所以他真的是桃李满天下。那这个系列呢，共分3个系列，就是青春烛光、恣意用色80年代、清欢有爱90年代，把它的主轴分出来。有媒体记者采访钟桂英老师说，他说他已经教书了40年，他对学生尽一切该做的。他说呢，我不是最杰出的老师，但我教出许多杰出的学生。他希望每个学生对绘画色彩产生兴趣，使生命更加的丰富。其实现场来了非常多的学生，听到很多学生说，哇，已经20-30年没有见到老师了。后来遇到节目主持人，他说历史博物馆这边有跟他讲说，大概可能30位而已，可是我去的时候大概可能将近200多位，真的是太热烈了。我在猜应该是学生知道了，就是蜂拥而至这样子。我想这是最棒的祝福。后来知道老师他今年其实已经95岁了，我是非常非常的惊讶，因为他的身体真的是非常的好。我后来想想，其实应该活久一点也好，就是你可以不断的继续生根，继续的去创作这样子。或许有朝一日，我们大家都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在历史博物馆展出哦。不过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哈。不过这也是另外一个感受啦，真的，我觉得艺术家真的也是活久一点，也是有很大的优点。就是如果你热爱艺术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在这一条路上长长久久的继续的一些钻研。
那以前我们也是看过很多艺术家嘛，例如说梵谷，有时候我常在想说，他如果再要长寿一点，活到60岁、100岁，那我们相信他作品的转折应该是很大的不一样。那经过这一次的策展呢，我有深深感觉到，就是历史博物馆它想要做出一个新的一系列属于台湾的艺术史。这个战后的艺术家有一点就是承先启后的这个概念。这次的展览也不能够错过1楼。1楼是李在前的展览，等于算是回顾展了。那李在前呢，他真的是让我更惊讶，他今年已经快98岁了，那他据说还能够爬山，然后身体还非常的硬朗。那这次的这个展览啊，大家一定对他非常的熟悉。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呢，你一定会看到他的作品，他的作品的辨识度非常的高。第一眼印象就是大红色，为什么喜欢用这个红色呢？就是代表真诚、热忱、乐观的意思。那以前其实我都是看不太懂他的作品，随着年纪，说也奇怪，当你的作品看的也多，那我自己也在创作嘛，那你就会慢慢发现说，原来他的作品到底是在说些什么，然后他要这样子的表现。所以这个可能你必须要对这个生命有一点了解，就是白话文，就是你老一点的时候来看，你的感受一定会很不一样。那他这次的那个作品涵盖了，当然就是最知名的雕塑，竟然有抽象画，有水墨书法，还有早期的一些比较小的雕塑。那主要它就是在讲这个宏观到宇宙的这个概念，那关键字就是极简。其实抽象的东西本来就很难懂，何况是雕塑，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你很多的想象力，再加上你自己人生的一些体验体悟。大概介绍一下李在前艺术家，他是1928年出生在福建，那他到1949年的时候移居到台湾来，他念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师范大学。从小就是生长在书香世家，那他的祖父叫做李霞，那父亲呢叫李弼，他们都是当时的书法大家，所以呢，他从小就受到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熏陶。他在1970年的时候呢，他才受到了西方思维、极简艺术 （minimal art） 的观念，所以呢，他开始对这个极简艺术呢非常的有兴趣。他开始对这个空间美学、哲学、数学这3种的关系他开始就是进入了抽象形式的思考。其实在当时他的观念就已经是非常的先进，他就是把形而上的观念融入到了他的雕塑里面。据李在前老师说他从20几岁在历史博物馆看到了傅兴宇老师的作品展览，他心里是非常向往的，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他说他等了80年，他终于可以在历史博物馆展览了。已经参观完了，结果人这么多，人实在太多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，人有够爆炸多。对，但是老师的作品是非常精彩的。
到了口袋明灯咖啡馆。World Cafe。1万，好，哦，好，谢谢。好的，好。漂亮可爱的小空间，扫码点餐。这是厕所。刚刚这一间咖啡馆呢，真的是很喜欢，都是那个韩式风格，然后有点露营风，就是年轻人都是很喜欢的风格。然后这家的灯好漂亮 ，Loft 29，多的小店都很有特色。这猫也太可爱了，开起来。郑钧电影色线硬物象形，以自然、静物、人像的形体，层叠交错的色线，透出细密无知的空间，宛若光点满目的间隙，给人相片立体的联想，犹如数位格状像素的放大，光影般的捕捉视觉，营造了一种最近永远的既视感。不但画家与他的景象，观者都存在永远难以深情，充满了精神上和视觉上耐人寻味的神秘距离与美感。
漂亮哦。发现了这个秘密小基地，感觉真的是太美了。有一些平原野草，你远看可以看到龟山岛。那后来我就想起，其实宜兰也是非常多很棒的艺术家，例如邱雅才的相当的知名。那还有去年在宜兰美术馆才刚办完个展的林万世，那我记得我有去拜访过他的宜兰的工作室，哇，真的是太羡慕了，非常的大。然后他也有一个咖啡馆跟民宿，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王攀园，那他也有一个纪念馆，要有机会也是要去拜访一下。每次来头城呢，我们都一定会到这个阿中藕冰，家人非常喜欢吃阿中藕冰。然后到了晚餐，我们就到了东东海鲜。那因为这是在 Google 找的，评价也很高。那我们点了4个菜，哇，它的那个辣汤真的是好大哦，太推荐啦！像我个人啊，是非常喜欢听演讲的，就是我很喜欢充实自己。这次听的是 Jenny Wang， 非常的推荐。那他的演讲呢，他是跟亚里特合作，那他演讲是非常特别，就是说他讲到的这些名画呢，就是会搭配这个名画当中的饮食文化。那像这一次就有讲到维梅尔嘛，他有牛奶的女仆，然后也有讲到维拉斯贵兹，也有林布兰。那它背景里面都有一些丰富可口的小点。那主厨就是会依照名画提供的一些资料呢，去设计这样子的点心，也会搭配酒类，所以真的是身心灵丰富的飨宴啊！他有个粉丝页就是东西纵横记忆。希望今天的分享你会喜欢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